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警惕，生肖猴家中如果出现这3样东西，若视而不见，当心霉运找上门。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运势有点不对劲？本来谈好的合作突然黄了，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存款开始莫名其妙的花出去，身边的人也开始变得莫名其妙，甚至有点背后使坏的意思。如果你是属猴的，那你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了，因为有些事情看起来只是小问题，但一旦忽视，就可能变成掏空你好运气的大漏洞。尤其是家里那3样容易被忽略的东西，真的是霉运的放大器，你若还没注意到，就真的要小心了。属猴的朋友性格聪明伶俐，机智过人，本该在事业和财运方面有着不错的发展机会，但也正因为你们的敏锐，容易多想、焦虑，一旦环境中出现了一些负面能量，最先被影响的反而就是你们。而最容易影响你运势的地方，恰恰就是你每天生活的空间，也就是家。家里的布置、物品的摆放，甚至是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你整体运势的关键点。尤其是在2025年5月，属猴的朋友会进入一个运势波动较大的时期，原本顺利的事可能突然出现插曲，原本信任的人可能会让你失望，而财运方面更是容易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破财事件影响。这个时候，如果你家中还出现了那3样东西，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让你的霉运有了可乘之机。我们先来说说整体运势。属猴的人在5月整体来看，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月份。天干地支的运行中，属猴在这一阶段容易与一些不利的能量产生互动，尤其是在五行中属金的朋友，可能会感受到一种被压抑的感觉，做什么事都不顺利，哪怕是小事也容易出差错。这个时候，家庭环境是否干净清爽就变得尤其重要，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灰尘，而是说有没有那3样正在悄悄耗尽你福气的物品。而财运方面呢，属猴的朋友本身在投资和理财方面的直觉不错，平时也比较懂得精打细算，但在5月却容易遇到偏财运不稳的状况，也就是说，那些意外之财的可能性在减少，甚至有些时候还容易赔进去。比如买彩票不中，股票下跌，甚至有人会在熟人推荐下做投资，结果被套牢。这个时候就更加要避免家中那几样惜财的东西。说到偏财，那自然也得提正财。属猴的朋友在5月的正财运比偏财略好一些，工作努力还是能换来相应的回报的，但问题就在于得而不守，意思就是你虽然能赚到钱，但留不住。比如工资到账没2天就花光了，或者是突然冒出一堆原本没计划的开支，比如家人突然生病，交通工具出问题，电子产品坏掉了要更换等等，这些都可能让你陷入一种钱没少赚，但根本攒不下的困局。如果你想在5月真正稳住正财，就一定得从家庭环境开始下手，尤其是排查那3样破运的东西，把它们处理掉，你才有机会让财富的能量顺畅流通。事业方面也是这样，属猴的朋友在职场上本就属于点子多、行动快的人，但5月容易因为沟通不畅、误会频发，导致你在职场上有些被动，本来打算好好表现的机会，却因为一些意外而错失良机。这种时候很容易让人气馁，但千万不要因此就觉得运气不好，
更不要把锅甩给自己。运势的问题有时候真的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所处的环境正在悄悄拖你的后腿。如果家中某个角落长期堆放废弃物品，或者是玄关处放了不适宜的装饰品，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出门运，也就是你外出的表现和机会获取的能力。所以别再忽略那些小细节了，他们很可能就是你职场运势不稳的罪魁祸首。那么到底是哪3样东西正在悄悄耗空属猴人的福报呢？第一种是象征破裂、损坏的物品，比如破镜子、裂开的陶瓷器皿、断掉的饰品。很多人会说东西还可以用，就先放着，但殊不知这些带有裂痕的物品在风水中象征着破财、破元、破运。如果属猴的你家中还保留着这些东西，一定要尽快处理掉，不然你的好运就会被他们一天天吸走。第二种是过期或腐烂的食物、调料、饮品。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但其实它们象征着停滞、败坏的能量。特别是属猴的朋友，你们对生活细节比较不拘小节，冰箱里可能还放着几个月前的果酱，或者橱柜里还有早就过期的罐头。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不只是卫生问题，更是会直接干扰家中的气场，让本来应该上升的运势被死气缠绕。第三种是来源不明的赠送品或来历不清的旧物。有些人喜欢捡别人不要的家具，有些人朋友送了不合适的装饰品也不好意思拒绝。这些东西如果来路不正，气场不合，放在你家中只会成为气运干扰器。特别是在属猴人5月运势波动的阶段，这些东西会成倍放大负面效应，让你莫名其妙的招小人、丢钱财、伤健康。所以如果你家中有这种东西，建议你赶紧处理掉，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不要留恋。总之，属猴的朋友在5月这段时间里，不管你之前过得顺不顺利，都要特别注意家中这3样东西带来的隐患。运势的起伏，有时候真的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没有及时发现和清理那些正在耗尽你好运的小细节。如果你能从现在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环境，清理掉这些负能量源，再配合适当的调整，比如多穿红色、金色系的服饰，多佩戴招财的小饰品，比如貔貅、金元宝，或者有你生肖图腾的玉佩，你就会发现运势真的会一步步回暖。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